各位老板精神啊！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传统的明炉烧鸭，如何做到出炉以后不塌皮、不起皱纹，鸭皮的口感香脆持久，这就是一种核心的技术。今天选用的同样是新鲜的白条鸭，去除鸭头、鸭翅膀以后，每只的重量在5斤半左右。这一个是混合起来的香料，每一个鸭子放18克，还有这个是鸭酱30克。适量的干葱头、蒜米、虫草花，清水30克，加入几滴的玫瑰露酒。现在把准备好的配料放到鸭汤里，把它摩擦均匀。鸭酱和清水是放在后面的，所腌制的香料和鸭酱的配方，在之前的玻璃脆皮烧鸭里面已经有和大家详细的分享过，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。在上鸭酱的时候，一定要把它摩擦均匀。接着把备好的葱头、蒜米、虫草花同样是放到鸭汤里面，料汁上好后，下一步将开口处把它缝起来。在缝针的过程一定要扣紧，否则在烤制的过程，汤汁就会从这里渗出。在每一步的工序细节上都要把控好，这样才能保持出品的稳定。现在看见了，他们几个都是新司机，前几天刚来的学员，看他们对这鸭子还是蛮有兴趣的。摸着爱不释手。缝好后充气了再上钩，下一步用开水淋烫，在烫皮的时候用100度的开水均匀的淋烫10秒左右就可以。淋烫的目的是让鸭皮得到充分的收紧和定型。烫皮后再用清水淋上，让它迅速的降温。下一步是上皮水，把它均匀的淋上。皮水的配方在之前的视频也有和大家详细的分享过，如果是想参考，翻开我之前的视频都会有详细的讲解。上皮水后再把它挂到专用的空调房里面风干，风干的时候在鸭腿的地方再撒上适量的老抽颜色。看这位学员动作虽然是慢一点，但是研究起来非常用心，在缝鸭屁股的时候手都不抖，一看就知道他以前是卖猪肉的。上鸭腿的颜色是用老抽和清水1:1的比例。经过6个小时的风干，现在鸭皮也变得干爽。因为在风干的过程，空调房里面的温度太低，也使鸭肉的肉纤维也跟着收缩，所以在烤制之前都要放到烤炉里面预热半个小时。在预热的时候，温度控制在60度左右，时间到把它取出。这里还有一道工序，就是在鸭皮的表面刷上适量的花生油。刷上油的目的是给它起到一种增香抗热的作用。这一步把它放到烤炉里面开始烤制，再把炉盖盖上，从顶部的窗眼留出2公分的裂缝。在烤制的过程，温度给它控制在190度左右。这个已经是烤制30分钟的现状，皮色也开始变得有点微黄。今天所用的这个烤炉是90公分的规格，一次可以烤9个鸭子，如果是烤鹅的可以烤8个。有很多朋友经常这样问，1斤的生鸭烤出来得多少？一般行内的人士对这个都不会公开的，但是今天我就如实的告诉大家，1斤的生鸭是烤出6成半的。再次把炉盖盖上，保持在190度的温度，继续的烤制20分钟。全程的烤制时间为50分钟，现在可以出炉。这就是一个传统的烤制方法，一道明炉烧鸭就制作完成。皮色的光泽油亮饱满，耐放不起皱纹不塌皮。它的口感味道如何？稍后会和大家一起研究。现在来看一下，这个汤汁是满满的。很多的学员刚来的时候就问，开店的时候如何把它做得生意兴隆？这个要几方面的结合，不但出品好，还要诚信经营。所谓的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这个才是最硬的配方。现在来看一下它的熟度刚刚好，完全可以达到6成半的标准。再看一下鸭皮，除非你是用手按下去，要不是不会起皱纹的。做我们这一行是很辛苦的，如果想发财，建议不要来。如果想学会了一门手艺，想奔小康，这个是绝对没问题。砍好后再配上一碟的酸梅酱，这样才算是完美。它的味道行不行，好不好吃，试了才知道。当然，一个人吃是没味道的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有喜欢的朋友，可以收藏或者转发给您身边更多的朋友。
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。